美国海军6代机设计方案发布，真的是抄袭了中国的歼20吗？如果我们不能冷静地去分析对手，那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和弊病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，中国新型隐身战斗机首飞，大家都感觉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舰载隐身战斗机形象大致是清晰了。同步的呢，美国那边也没闲着，马上就亮出了一个美国海军6代机的方案，是个示意图。这个图出来以后，一下子国内外都开始有人议论，说美国海军这个设计是抄的，抄谁呢？抄了中国歼20了。理由是美国一向不喜欢用压翼，你这次怎么搞出个带压翼的3翼面布局了？所以一定是抄了中国歼20。那么美国下一代飞机抄歼20，这题目多刺激，所以很快就传开了。我看到网上很多自媒体都这么说，反正呢，大伙儿的配图、标点符号都是基本一样的。昨天呢，还看到另一个更劲爆的消息，说美国海军连这个图都是抄的，是过去一个中学生自己画的美术作品。美国海军呢，就是在做这个发布新闻的时候，随便找了这么一个美术作品当示意图，大致描述了一下发展方向和概念，真正的外形其实没公布。那么，到底美国海军6代机是个什么样子？到目前为止说不清楚。如果说这个图都是从中学生那儿抄的，那么所谓抄袭歼20的说法，就是我们有些媒体瞎激动了。而且，就算那个图是真的，看见压翼就说抄袭歼20，恐怕也不是什么好风气，说明我们有些媒体的水平也就跟台湾岛上某些绿营名嘴是一个层次。我们要明白，有没有压翼根本就不是抄袭歼20的证据，压翼不是我们的发明，毕竟在歼10上使用压翼之前，我们在歼8上就试验过，在歼8上试验压翼之前，瑞典、法国、俄罗斯、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用的各种有压翼的验证机、战斗机就多了，压翼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独门绝技，人家用了压翼怎么就是抄歼20了？而且压翼和压翼还不一样，同样是压翼和主翼的这个距离不同，一个是近距耦合，一个是远距耦合，作用完全不一样，怎么就抄了？说这个图是抄袭我们歼20，那说明这些作者是彻底的航空外行，比我都外行了。现在呢，说到中美军力对比，网上很多人是有乐观情绪的。这个乐观情绪呢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从发展速度来看，我们确实比美国人快得多，这个全世界都没法否认。但是我们快得多，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水平已经彻底超越了。如果说认为美国的6代机还不如中国的5代机，反而美国人要来抄中国的歼20设计，那真以为美国的航空工业底子就是阿3印度水平吗？美国现在是发展方向迷茫了，但并不是理论基础、技术根基不足。我们现在在某些领域追上来了，但是对美国甚至俄罗斯同行的基本功，我们都不能不保持敬意。此外，还有很多同样的说法，比如有人认为美军现在根本不会打仗，在阿富汗就打不赢，这是把战场外的政治因素理解成了战场上的战术水平。如果因此轻视美军的技战术能力，那也是可怕的盲目乐观。看我们这个心态的水平，或者说有点类似当年日本海军的南云忠一，战术推演的时候一定要推演出对手惨败，自己基本无损，心里才踏实舒服。然后带着必胜的信心，带着4艘航母去了珍珠港。我们说这些不是为了长敌人的威风，灭自己的士气，只是为了冷静地看待对手。真正的士气和信心不是靠蒙着眼睛喊出来的。我们不是大喊大叫练习拼刺刀的印度士兵，那种空洞的喊叫才是真正长了对手的威风，培养了对手的士气。好，关于如何看待美国6代战斗机抄袭歼20这个说法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